有点懵。柳柳，确定不是幻听？怎么了？稍等一下。我不敢看。哇！马总来了！我的妈呀！真的还蛮酷的，太有魅力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刚刚是你在叫我吗？我不许人蓝湖。我来接你吃夜宵。真的吗？我都感觉他面不改色。给你带的夜宵。Hello。哎，你好，幼龄。李正。我因为那边刚结束，然后，然后你就之前这一幕发生在 BK 河。好，一起。OK，我看你们，我接他一起回去。接他一起回去。我接他一起回去。我刚刚以为是幻听吗？对，我以为是我出患者了。这一幕我觉得周幽灵你超主动。打扰你们了。还好。刚刚怎么不直接走进来？我逗逗他。哦。活该你有5个女生约你。压力山大，感觉两边都在流汗，一边是听嘉宾，一边是幼龄，我当时就感觉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，然后当时就是默默的不敢看，我就看尤克里里。遇到另外一个男嘉宾加入我们，首先我会有点惊讶，然后后面我也在意料之中，就是我对我的眼光和我喜欢的人有其他的竞争者这件事也不足为奇。我觉得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这是你今天的任务，就是送他回去。不是，你们结束再送他回去。当然要等我们结束了，对吧？我的妈呀！我是柳柳，现在脑内多巴胺已经爆了。没结束肯定不会。顺便看一下，你们做了多久了？做了没什么注意时间，对，其实没有多久。哎，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？我本来收到通知是来这里的。哦。然后到了地下室，然后又说有突发状况。有点坏。啊？怎么说？因为他今天是要跟我约会嘛，然后我收到消息说有新的男嘉宾要来。然后被截胡了，就这里所有的店我全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哇！许你截我，不许我截回去吗？啊，所以你自己找的吗？我就住在隔壁，要么去 live house， 要么就是这边一个手工店，然后要么就楼下一个跳舞的。我想你们应该不会去跳舞。怎么不会？有可能哦。你也会跳舞？太激烈了。不会。师傅，再回刚才那个车库吧。就当时因为还没反应过来，还有点懵，就是想着那就回去嘛。那刚掉头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就觉得好像我不能白来，所以我就又掉头回去找他们了。啊，有点太 man 了。他是穿着弦，穿着弦上，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弹了。当时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在干嘛，本来就是不想影响他们约会嘛。我本来是躲在后面，我想先观察一下的。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好像做的挺开心的啊，所以我就在后面偷偷叫了2声。柳柳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可能被截胡了，也不太爽吧。虽然合理，但也不太爽。哇！而且今天怎么了？你说今天内容很丰富，今天被截胡2个。啊？
什么意思？就有2个新的男嘉宾。哦，今天有2个对，除了你还有一个。都是他。都是他。但他是人气王，不是所以，哦，对不起。买了点，等会儿反正一起回去吃夜宵嘛。那你们先画完再联系。好，对，你去逛去。行，好呀。我的妈呀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希望他走慢点啊，逛慢点。而且他这个尺度也很好，他就走了。他先走，让你们相处一下。对，反正最后是我带他回家。我坐旁边也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们2个在那约会，在那做手工，我在旁边是看着也不是，对吧？那我如果在旁边，他们也做不好嘛。所以我说我出去兜一圈，就让他们就等他们做完嘛。所以就是你们俩平时接触比较多。对，秘密，打探敌人。对，秘密写在脸上。他叫幼龄是吗？对对对，柚子林，保佑的佑，冰淇淋的淋。冰淇淋的。沉默了，沉默。没有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我想一下，我能不能在你的这个柳上加点元素？是什么？你能想到吗？因为考倒你了。我也是姓冰淇淋的淋。真的吗？凌云壮志的凌。我也是零，你也是零，你要的是哪一种零？我觉得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周幽灵也是对徐立阳有意思的，在署名的时候，只是我顺着话接上去了，就想让他也对我印象深刻一点嘛，会有一些暗暗较劲的感觉。还挺冲的，挺冲的，都挺冲的。对，真是都挺冲的。哇塞哇塞哇塞！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一个想法。林立正，林立正，我知道了。哇哦！风川柳叶。你很有天分啊，真的。你太给情绪价值了。天天选，真的很好看。谁都没有要走，谁都没有要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表达你像一阵凌厉的风。哦。风川柳叶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五官给人感觉。很喜欢，可以试试。希望没有毁了它。希望没有。行，你今天感觉不错的。哎呀，你可以就是吸一下水。好吧。霸总又回来了。霸总，来了。看，成品有了吗？快了。哦，你后面有加。我加了一点点，因为我也是觉得想要点绿色，因为你的主体性更强一点。对。快乐的时光好短暂。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，所以快乐的时间不会只有今天。走，我已经买好，对，我给大家买的夜宵，然后清炒油麦菜。还有个什么小番茄？你看这时候站位，霸总站在了。霸总没有要让。没有要让。他这个就是说直接闯进来的这个行为，大家觉得什么感受 ？OK 啊，要我突然我喜欢的女生被人截胡，我其实也不 OK。蛮直球，蛮简单，就是半熟龄的这种爱情又真又强的。我有表达的心意，但我又有分寸离开。如果我是女生，我会多少有这么一点窃喜吧。我能做到的极限哈，我性格最强硬的一部分。在不打扰到他俩的前提下，可能等一下。哎，如果这时候正好发现你，哎，我就假装偶遇，我说，哎，你俩也在。
我觉得这个很考验你喜不喜欢这个男生。如果你有给他那个讯号，他也有给你讯号，这种抢会很开心。对，大家有没有恋爱中属于你们自己的必杀？我的杀招就是，如果我喜欢他的话，我很明显就是你喜欢我就喜欢，就是我会完全的变不一样的人。啊，胜儿啊，杀招。没，可能就是我俩会有很多那种就是约定，我俩就约定，就是长大的约定。不是，就是比如说我俩就算再生气，也会约定一个事儿，就是打第2次视频电话必须要接。就你必须接完之后，你可能骂我一通也要接，给你台阶就得下。对，当生气的时候打2次视频电话，你必接的时候，你俩就有了交流的空间，有了可能，有了交流的这个可能。对。什么叫必杀技？在亲密关系，尤其在爱情里面，很多时候的必杀技是说，我只在你面前表现这一面，我在别人面前是不会有这一面的。就你一定要有一些反差。对方真正会感动的点是说，你其实只会对我这样子，那叫必杀技。我们说了这么多，要来检验一下自己这个对整个约会的一趟理解。我们今天呢要分组猜朋友圈，是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真心时刻。淘淘、沈老师和叶琳一组，然后我和光光是制胜组。好，来。好，女生，她到底选不选他这件事情？他应该要选择卓然。对，今天没说话，他感觉肯定有点遗憾呢。他到底选谁？他今天这个接触到了，这个看到了，他今天没看到 BK。他不会选 BK， 我觉得。你觉得今天不会了？我觉得他选新的人。但我感觉他能选他。但我会觉得李正刚见面，他其实会对他的好奇也会比较。那我们2票对1票，我也觉得可能是他。那就这个。好，结束了。完美。卓然看谁？卓然看他，丹琪看卓然。但是我觉得他的个性，他已经不再好奇。我觉得卓然吧。来，节目组联合微博开启了半熟5上头榜的推荐活动，大家可以根据节目当中的嘉宾表现来推出最令你们上头的半熟 CP。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，并参与话题讨论，来聊一聊《半熟恋人》第5季里面打动你们的细节。我们来接着看看后面的故事。这他俩回来了吧？我这种游戏我玩不明白。玩过开关的游戏吗？哎，谁回来啦 ？Hello， 哟，美女回来了。Hello， 明星啊，这是。哎呀，今天好累。第2场约会结束了。哎呦，关心他的第2场。所以我是第几个回来的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6个。就是咱们4个在吗？还有董老师。对。我有点饿，我先去做一个菜啊，马上。对，我八卦一下。你去八卦去。八卦一下。去帮忙去了。那你把我一个人留这儿啊？可以啊，你这个。你快乐了，你幸福了。行吧，我陪一下你们，来玩这啥？哎，你看，就是他想要又不想要，然后就硬把人家弄成一对儿，就说我陪陪你们吧。那你心里如果真的那么自然的话，你没必要再 Q 这个。你要做啥？就是做一个蔬菜。所以你的第2场还是在那儿吗？嗯。你今天像是一个就是 UL 的 Miss 王。Yeah， 我今天是那种教学。其实我觉得当老师还是挺累的。有一帮笨笨的学生。没有，你今天是超级我是你最 supportive 的学生。对。哎呀，这 BK。哎，重心换了。感觉你昨天那个冰上曲滚球特别的酷，所以你也可以变成安陵容。安陵容是我不让一个剧的剧情是吗？我搜一下。对，搜一下，同步一下知识储备。安陵容滑冰。安陵容，不是？那我穿裙子上面有秧歌吗？不是。就你看，就反正就是也很厉害。他俩特逗的。会。嗨，哎，
How's your date? Hello。你们还没吃饭？我们刚回来。对，我刚回来。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对啊。3连问。我怎么这么好奇我呢？关键是我是一个，你是一个什么？大家都很喜欢吃瓜呀。我是一个这个天涯落单人呀。啊，那你一个人出去的？对。啊？你落单了？不是真落单，假落单？真的。晚上好，回来了。来喽，丹琪。他的眼神瞬间都感觉有个变化。Hello。Hello 啊。你一个人回来的？哦，对，大家都是一个人回来。有秘密，有秘密。你是不是遇到了新人啦？哦。哦。哦，破案了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你说话呀，急死我了！他不能说。哎，跟你聊两句。好。跟你聊两句。他开始主动了。找个地儿吧。那就这儿吧。对。哎，你说吧。我昨天晚上有一个问题回答的，是不是让你有点困惑？我不知道啊。是有点是吧？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。对呀，有事就说事儿。我当时脑子想到的是我们那天抽那个卡片，那个卡片翻卡，他说是有一次什么命定的聚会，就是前面的描述，所以我是这个意思。我当时说完之后呢 ，BK 还说呢，他说你这个点确实一般人是难以联想得到。我去个洗手间了，听不见。要不我们披着衣服去外面溜达溜达走吧？可以啊，走吧。想到哪边？我们往这边走。好。就说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比较倾向于那种轻松的，像朋友一样相处。对。然后很快乐的氛围。对。然后可能才是我们互相了解彼此。对。我其实，在过往的情感当中，我也是一个喜欢这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节奏和距离的情况下。去展开过，我不是一个很 push、很激进，一定要怎么样的，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我就说，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它的根源是什么，就是，哎呀，好吧，你文化人，我理解，我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，加上昨天那个场合，我又先说了一些很尴尬的话。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其实已经互相了解彼此到一个很深的程度了。是的，我这点非常同意。所以我们那个问题也是在说，谁对谁的好感表达的比较明显。对呀，我们肯定是有自己的节奏的。我认为所有的相处都是先基于我们在一起很放松、很愉快，对，然后你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状态中特别的好，以及也会喜欢这个状态中的自己。是的，所以我们真实相处的时候，感受到那些快乐也都是真的，共同觉得很放松的时刻也是真的。所以那一下的当下，我都是欢喜的。我能说的到这里就是这么多。是的，这点我非常同意。因为我们毕竟也才认识3天，对吧？哥，3天，20多少小时啊？对，72。对，有些词可能真的是需要前后会有一些场景或铺垫吧，然后让大家能够。是的，他俩既理性又成熟。对，有的时候也挺。我觉得我都理解，懂的都懂。懂的都懂，对。交给时间就好。但是我是很高兴你今天跟我说这些，而且我一回来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些。我想好一定要跟你讲，不然你难受了一天，憋了一天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昨天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解决问题不是那么积极，但是我又在想，不说的话可能也不一定会懂。对呀，而且我们又认识这么短，又没有什么信任基础，所以我觉得，解铃还须系铃人吧。对，所以今天那个卡片的时候我就没有写你就是，只是我觉得我们之间需要缓冲一下子。对，我非常同意。稍微都想一想。是的。稍微让自己空一点点。是的。我觉得聊完之后大家都很轻松，在一个相互了解的一个阶段，只是说应该用大家更适应的
节奏和方式去推进。这个时间段我们两个都慢一慢，缓一缓。这样我感觉要是往长远了走也没毛病。对，控个速也不错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今天喷香水了吗？没有啦，我昨天用了潘婷玫瑰炮弹洗护，没想到今天头发还是香香的，很有春天的感觉。确实，闻着挺高级的，感觉是带着木质调的玫瑰香。对，这是乌木玫瑰香的，关键里面有高浓发新醇，可以深入发型修护，从根源强韧发丝，洗完头发真的又顺又亮。哎3人组回来了。那车够坐吗？会不会太挤了？没有人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哦，就你一个，来新人了。知道。哎呦，这个气息真的是。拖鞋，你有拖鞋吗？还是？有。人家2个去约会了。你一脸疲惫的感觉。能不疲惫吗 ？Hello，林李正，凌云壮志，林木子李，正和正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叫我炳坤就可以。维塔。维塔。干啥去了？你们仨一块儿啊？没有，他们俩画小提琴。画小提琴？是我小提琴，是尤克里里。哎，这差不多吧，我不认识反正。就我们一起制作了尤克里里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不错。感觉很不错。其他人呢？他们刚我们觉得太困了，他们刚上去。啊！我以为进来的时候大家全部坐在这欢迎我们。欢迎说，我去叫一下他们。那我上去把弟弟接下来吧。谢谢你，我今天真的没想到。非常什么？我今天真的没想到。幽灵，我对他的性格的了解就是很温吞吞的，就是我觉得他不会，就是可能如果知道我和别人有约会，但是还出现在这个场合，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，会很意外。我来接你吃夜宵。真的吗？给你带的夜宵。但是就觉得很惊喜，他买的那家就是我之前很喜欢吃的一家，然后我没有提过，就很巧。哦 ，Hello，卓然。林立正，幸会。Hello， 见面。换了一套衣服。哎呀，抓紧吧，抓紧吧。Hello， 林立正，文涛，我叫文涛。越来越热闹了。坐，哎，来，谢谢。女生坐中间吧。我们的规矩是新人坐 C 位。啊，行。哎。哦，他俩坐一起了。哇塞！哎呀，这里。开始你的自我介绍了。哦，对，新人还不认识。我叫林李正，今年是27岁。职业跟我本人就是会差距有点大。幼师。不是。你很会猜。他俩不是差距蛮大的吗？一般幼师不这个样子。你这个跨度让我确实有点闪着腰。我揭秘一下，我是在一家私募公司。也还好了，没有特别反差。是吗？很像吗？还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进入到正题了吗？OK。要不我们请小林开始。女生从那边。我去了，不要墨迹。怎么个事儿？目标很明确。这个就没有什么疑问吧？文涛。我看了文涛的朋友圈。
轩轩看谁的？我现在更想了解肖文涛。他发的是今天起码很开心，你过得好吗？我不确定，不确定这个你过得好吗是在问谁？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。问的是谁呀？我选轩轩。轩轩。今天朋友圈发给的是轩轩。哇，这就是爱情吗？我觉得通过前几次相处，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跟谢莹的相处，我觉得今天给我带来很多压力。很多压力，你看到吗？大家会起哄我和 Story， 我觉得这个事儿会让我很反感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想法。你关心的是文涛心上几人？他根本就压根不想知道我们俩聊什么，但是顺带着他要把涛带上。忙我自己的事儿去了。哎呀，他俩情色和鸣，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在闪着光，都不灵不灵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射四方这种感觉。我的古典的话就可以很和谐的跟你。主要是你俩和谐。他不喜欢被起哄，他也在逃。我觉得如果对另一方面有好感，我会下意识的回避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开始去保持距离，我不想有就是更近的一些接触。这事儿要是一直下去，我会内耗，所以我需要做的就是得让这事儿赶紧停。文涛做的非常有边界感，对，这个男生很赞呢。对。朋友圈看的是轩轩的，他说了谢谢你的礼物，不是我。啊，他在说周幼玲。我不知道。大家演技都蛮好。扑克脸。我朋友圈是发给幽灵的，没有想到他会给我准备网球，就对他的礼物表示感谢。你吧。哦，好。这个太简单了，他敢看别人，我真的。看了丹琪的朋友圈。哎呀！他发了一张照片，是我们两个晚上散步的时候，树上的一个风铃。我觉得他这个内容应该更准确的来说是给我们的，应该觉得他认为这个问题得到了化解，他自己本身也有了一些这个释怀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了。朋友圈发给了丹琪，然后发的内容是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哎，你看他们两个又对上了，一个风铃，一个解铃，还有系铃。哎呀，就可能还是想针对困惑的问题嘛，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嘛，就是大家把这个问题拿到台面上去聊，第一时间就聊出来，不要逃避，不要回避，然后这样我觉得大家更舒服。朋友圈是发给了卓然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静谧的而且有治愈性的一个夜晚。就算是误会解除了之后，我觉得大家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开心的、轻松的一个相处的方式。丹琪应该就看卓然吧。我觉得看周。我查看的是幼玲的朋友圈。我对幼玲今天的行程，包括他今天晚上在说，他说他今天跑了10个地方。反正我今天跑了10个地方，但不是约了10个人，我是跑了10个地方。霸总今天好累哦。我对这件事情和对他这个人都有点好奇，结果我发现他发了一个特别搞笑的，就是这视频有点有意思，配一个猫猫表情包。其实我没有看懂他表达的是什么，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好像有点云里雾里，然后我觉得好好笑。
这是什么声儿啊？忍不住了吗？太好笑了。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行程安排，这个曲折程度越来越有意思。然后最后就是看到那个柳柳跟新嘉宾这个，然后再加上我过去，就是都越来越有意思。暗中观察就是我在后面偷偷看他们的时候那个感觉。最忙的这一位，我发现看柳柳吧，霸总都去蓝湖了，你现在给我变，我真的是，我不相信人类了。今天我还是看了柳柳的朋友圈。我看了许绿阳的朋友圈，我觉得朋友圈应该是发给我的。我对他目前是产生非常大的兴趣的。我觉得3个人看都可能觉得说的是自己。重点是他选谁？是谁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觉得今晚的朋友圈没有说有发给特定的对象吧，想对幼玲和李正2个人说的话。整俩？可能我希望他们就是能够接收到我对他们作为惊喜的一种感激，因为其实今天哦，他选谁？你林李正啊？新人，因为他第一次看到。哇，你的头像很帅哎！啊？真的，李正，你头像好帅啊！哦，谢谢。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不会选 BK 吧？选的谁？我看了 BK 的朋友圈。我刚刚一语成谶了，他不会看。我刚刚一语成谶，我这是开玩笑。BK 的朋友圈，我对他还是有好奇在的。我也发了邀约卡给他，但这场约他一起做手工的内容，我觉得那你们应该发展的挺好的。
BK 会是谁呢？我查看的朋友圈是塔塔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约会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自然且愉快的，所以他对我的什么想法，你为什么觉得我在堵你呢？咱俩的眼神交流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质量的交流。哎呦，我来吧。我希望这是一段双向奔赴。哟，我看的是 BK。哦，再相信爱情了，我又相信人类了。他就是拍了一张我跟他一起做的针织，你看看，终究没有错步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写了好长一段，就是有诗意，然后又像 AI 翻译出来的那种话，然后还读了很长时间，感觉是大家一起完成了这幅作品。以一个非常有诗意、抒情的方式表达出来，挺开心的，心里面觉得还挺温暖的。哎呀，开心！反正我开心了。怎么他们笑得这么幸福呢？全部结束。睡觉，睡觉。啊，来了。哈？今日惊喜，大家可以有第二次机会查看朋友圈，请大家珍惜机会前去查看一位同性嘉宾的朋友圈。哦 ，interesting。同性的朋友圈让他们看，这个也很精彩了。看让大家吃瓜，看同性，你是啥意思？知彼知己啊。所以，通常都会找你觉得有竞争对手的那个。是的，他关心刺激。我先去吧。我查看了 Story 的朋友圈，因为我觉得建怡是一个非常风趣、幽默而且很优秀的女生，我对她本身就很欣赏和好奇，所以我很想知道她今天发生了什么。我看了丹琪的，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想知道她的心结会不会解开。来吧，看一个美美的。看了柳柳的，比较摸不准柳柳，所以看了他的朋友圈。我们也没摸准。我看的是柳柳的。我不知道他写的是谁，他看朋友圈的时候他笑了，我感觉可能他看的是立正，但是呢，这个柳柳的朋友圈呢，也有可能是写给幼玲的，所以他可能是属于那种一语双关。没错，厉害啊！两个人都有的这个成分，所以我下次写朋友圈我也要这样含糊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有些时候要朦胧一些，更朦胧。朦胧美，他一语双关，你一语道破。回来之后，我也知道他后面的约会对象是幼林，我也很好奇他的朋友圈什么样子。朋友说查看的幼林的，
他发了一个很抽象的朋友圈。我看头像来了，我。到底有多帅？看的就是新来的男生，因为我想看一下他的头像。我也要看，看吧，贼帅，真是帅。他会看他肯定新来的，嗯，他跟那个丹琪他俩得约会了。对，今天新的男嘉宾，我觉得没有危险。哎呦，我不骗，好猛，太猛了！我感觉现在霸总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进攻模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整个的霸总太喜欢进攻了。新来的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看我的。今天看了同性的，就是只有幼龄的同学。因为他是我第一个接触的男嘉宾，加上他加入我们这个约会的途中，所以我对他也是产生了一些想法，我想优先观看他的朋友圈。看了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三角的关系，直接是四角，多了一个竞争者，可能也让他不安吧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绝了啊！绝了！我们现在是答对的个数是一样，平了。其实变数比较大的是那个丹琪嘛，和柳柳的，他们两个的心意真的太难懂了。但是刚刚淘淘他是对的，你是懂柳柳的，我懂。你内心住了一个柳柳，我内心住了一个懂柳柳的淘淘，很严谨哦。哎，你干啥去了？你要出门吗？我回去收行李。哦，回家收拾行李吗？哦，很快。拜拜。拜拜 ，take care， 拜拜。最安全，你可以吧？有人送你回去吗？有，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对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要一起干嘛了？小屋的草坪可以进行多种户外活动。羽毛球，你们有想运动的就，要不咱俩练琴吧？哎呦，我好不容易我休息1个月，你告诉我咱俩练琴吧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僭越了，对不起。保持距离了，看。算了，我上去算了。你们决定要干啥去了吗？还没有。可以打那个羽毛球和飞盘。小文干啥去了？不让，现在是缺谁？小文、柳柳，还缺一个轩轩。柳柳他那个回拿衣服了。回自己家啊，就不是今天不在啊。那还有轩轩跟小文，敲个门。那我去叫吧。没有人理他啊！都要单独邀约了。哎，你看人打球的氛围。你昨天不也在外面？今晚好玩吗？你已经把他定性为朋友了。量变引起质变。质变喽。给你穿。突然有点害羞了。你又是樱花，但这次的樱花树不一样哦。对。哇，甜甜的。这樱花树下好漂亮。他要第一个迎接他吗？欢迎回家。谢谢。我刚想敲你的门，然后你就直接开了。好浪漫男生。
能够出去走走。那我也叫你出去走走。我也叫你出去走走。你选一个。好霸道呀！快点，下一个。我要先拍自己一个人。行了，笑什么？你为啥天天带这个？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开始我们这个一个心意。来，哎，零又来了。一步三回头啊！就比较困惑。他能听见吗？哎呀，这3个人太复杂了。又给你贤惠上了。是吗？他俩琴瑟和鸣，一切都听得特别和谐，主要是你俩和谐。中国爱吃这个。哦，我可能想吃点清淡的。这脸怎么人山人海的？我投朴海镇一票。反正我只认识我大叔，显得我很没情商啊！咔，这样子。好 ，Oh my god， 好。像老师跟学生上课一样。好，坐吧。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，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。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，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。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五官后感话题讨论，领取更多精彩福利。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更多节目精彩咨询，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、腾讯视频 TV 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沉浸，畅享极致视听体验。关注腾讯视频 SY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咨询，领取专属优惠。现在开通 SY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、大屏观影等特权。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6月1日起 ，SVIP 每周1、周2中午12点更新 ，VIP 次日12点更新，抢先看1周。每周3、12点 ，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。周4加更，周5陪看，周6、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，高能不断，课堂不停。